大人，是那丫鬟杀死的。是那丫鬟杀死的。可是她到底死没死啊？死了的呀，就是死了。这是俩人啊？这不可能，两个人怎么长得一模一样呢？不会真像喜儿说的，是双胞胎吧？没事儿，这个呀，找人查查那丫鬟的身世就能查出来。可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难道是因为李元贞要协助大人您查办富国泰？应该不会的。老爷跟李元贞说这事儿是私下说的，而且过后不过半个时辰，李元贞就遇害了。他们的消息不会这么快吧？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啊，咱们现在又查着一桩与富国泰毫无关系的大案。大人，那您的意思是，富国泰故意转移我们的办案方向，故意为之的？不然能是什么呀？啊，因为这个富国泰他知道，咱们手里唯一的线索就是李元贞的女儿李若乔。当然，这是一连串的事儿，明白吗？他首先呢，把这个断案方向啊往李元贞身上指，怕咱们跑偏呢，再派个丫鬟出来，然后他派铁笼来杀掉丫鬟，来一出呢杀人灭口，让咱们抓住铁笼，目的是什么呢？好说出这个莱州沙河店，把咱们往那儿支，半路设伏把咱们杀掉。可没成想啊，这被咱们识破了。他彻底乱了，他只好把李元贞再杀了，再次改变这个断案方向。也就是说，自打我们踏进登州，就是踏入了富国泰设计的圈套，被他牵着鼻子走了。你就说对了一半。牵呢，他确实一直在牵，可是走不走那是咱们的事儿。什么意思啊？大人，那您的意思是，您早就识破了富国泰的连环计，一直都在配合他？还真不是。这都是事后才想到的。不过呀，在登州咱们遭遇埋伏那会儿，我识破了。嗨，这个也得多多感谢这铁笼。就他这么小小一个表情，我就判断出来，其实这个铁笼他根本就不知道幕后黑手就是富国泰。那就是想知道我是受谁指使。净说这没用的。富国泰呀！当然，后来我跟他说话的时候提到富国泰啊，他表情上没什么变化，到最后他还是说漏。你想啊，一个正常人的想法，当他知道他幕后的黑手是这么大的一个官儿的时候，他能这么轻易就给供出来吗？他能笨到这份上吗？哎，他还真就笨到这份上了。他不仅招了，还有问必答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答出的供词都是别人提前授意给他的。他所有的供词的那个目标跟受益人的那个目的完全一致，那就是在登州杀掉咱们。登州府师爷李德明因垂涎登州知府李元贞之女的美色，多次向李元贞提婚遭拒而心生怨恨，遂起杀心，于本月初4下午将其残忍杀害，并逼封李元贞之女李若乔。如今案犯招供，证据确凿，故判案犯李德明秋后问斩。会堂。那个王秉忠还是没什么起色，是吗？回大人，没什么起色。据我判断，他这个昏迷是内伤所致，不是被自己毒药反噬的。哎，喝口水吧。啊，店家，来口茶。哎，来喽。那这么说，你已经试着给他解毒了？我已经试过了，用我爹教的方法，可是根本没什么用。哦。
老爷，你看什么呢？夫人，我说我怎么全身这么别扭？合着这么多双眼睛盯着咱们呢啊！老爷，登州带人知府到了。富国泰到了，不是他，是他那个狗腿子贾德才。富国泰没到，这我还真没想到。贾德才在哪儿呢？在驿馆等着呢。你啊，让尹庆去探探他的底啊。好嘞。尹主事，小人在。你在这登州驿馆多久了？回大人话，小的在这儿驿馆，哎呦，再有2月，整满7年呢。7年了，嘿，7年了。7年才混上一个主事，你得努力呀。哎，是，小的努力，得努力呀。这样吧，本府现在给你一个机会，只要你抓住了，本府帮你平步青云。哟，真的？什么机会，大人？大人您指点。帮我做一件事。什么事儿？叮嘱刘墉。卑职贾德才拜见大人。哟，贾大人，甭客气了。谢御史大人。李庆儿，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呀？贾大人说了，我只要盯着您，我就能平步青云呢。哦，胡说八道什么呢你？出去！哎，贾大人，您刚说的话您就不认账了吗？这我让你滚！得，我不说了。是，行了，贾大人，啊，咱们也算老相识了，甭客气了。来，坐。多谢刘大人。贾大人，听说现在是代任登州知府啊，查上任知府李元贞的案子，查怎么样了？啊，回大人，基本已经查清了，凶手就是上任登州知府李元贞的师爷李德明。混账！不是，我不是说你，我这李德明怎么这么混账啊？他怎么能害死自己的亲叔叔呢？亲叔叔，这你不知道啊？你怎么查的你啊？你应该知道啊。再有，他闺女怎么死的？被李德明逼死的。怎么逼死的？就说李德明他欲行不轨。这更不可能。李德明小时候是想进宫，等着都打走利落，想进宫没进去才归顺的李元贞，他怎么可能干这事儿啊？再有，李元贞临死前说的什么？他说话了。废话，又不是哑巴，怎么能不说话呢？他临死前说的是啊。再有这些事儿，你出门之前傅大人都没有交代吗？没，他人哪儿去了？他去京城了啊。卑职啊，衙门里还有点事儿，卑职先行告退了。啊，行，忙去吧。歘个寡妇，人模狗样，觉着自己是个官儿。来坐这儿喝茶。肯定也是个脏官。这还能干嘛呀？肯定是回去请圣旨招你回京啊。这边再留个贾德才看住你，省得你躲起来抗旨不接。哎，有道理。看来呀，咱们这登州的时间真是不多了，必须加快速度。怎么加快啊？现在一点线索都没有，又派了个贾德才拖我们后腿，到处派人跟梢，我们基本是……恶人自有恶人磨，不怕啊。哎，秦朗呢？哦，一大早就没见到人，也不知道去哪儿了。最近几天天天这样。是啊，这秦朗呀，最近总是怪怪的，还见不着人。我也发现了，自从上次把那个铁笼逮回来之后，他就一直这样。哎，你提我干啥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的意思是我吓的他呀？老爷，行了，还嫌不够乱。哎呦，让贺大人久等了。我家老爷病得不轻，实在是没法出来见客。行，那请你转告你们家老爷，我明天还会来的。也好，那您明日再来吧。
向武葛川突然失去联系，现在我又被跟踪，定跟大人所查案子有关。我不能向大人说这件事，免得大人担心。有贼！有贼！怎么了，老爷？啊！老爷！痛！我痛！我痛！谁给老子放的老鼠啊？谁给老子放的老鼠啊？缺不缺德？你有本事给老子出来！出来！送点是别出来了！来人啊！抓老鼠了！知府大人！知府大人！知府大人！下官家里遭贼了！知府大人要为我做主啊！笑？你们还有脸笑啊？左捕头，卑职在。你给我一个交代。据统计，登州府昨晚一共13家遭贼失窃，我要的是结果，结果你懂吗？是，明白。你现在把你的人全撒出去，给我找这个孙贼，3日之内找不着，劈头来见我。知府大人，那您之前安排的任务，岂有此理！说说吧，情况怎么样啊？情况也不知道算不算情况。说呀。就是他们那边出了一堆鸡飞狗跳的事儿。听说有一个贼给贾德才被子里塞了个老鼠，还有就是那个梁世谦和周连才，他们晚上睡着的时候，一个头发被剃了，还有一个脸上给画成了大花脸。这个贼一不图财，二不害命，你说这就是整天整他们，就好像是替咱们出气一样。的确，这些官员大多数已经被贾德才拉拢了。而剩下那些没被拉拢的呢，是碍于我们身后跟着尾巴，不敢会面。对，那个梁世谦就是这样。这贾德才来了以后，每天抱病在家，我看还是收拾他收拾轻。子枫啊，你怎么收拾的人家呀？没有。哦，我明白了。大伙儿听着啊，这有人呐入室，一不劫财，二不害命。还能够神不知鬼不觉，有这等手段的，就是你贺子枫。不是，刘大人，我不是觉得他们闲得没事儿，不是喜欢盯着咱们吗？我就给他找点事儿干。行了，我知道你这脾气啊，以后这事儿咱不干。秦郎，你呢？我也被人跟踪了，但是就是那个公孙羽啊，我每次都把他成功的甩掉了。秦朗，你这些天忙什么去了？别说盯梢的人了，就是我们也找不着你了。我在做民间走访，寻找案件的突破口。那你查到了吗？目前还没有。夫人，这个民间走访啊，如大海捞针，不是个容易事儿啊。秦郎，慢慢来啊，慢慢来。晴儿啊，老爷你放心，绝对没有人跟踪我。他们可能觉得我呀不太好跟。哎呦，
就您这体型还不好跟，我闭着眼睛就能感觉到你在这儿。老爷，你看，行了，孟南姑娘，哎，我交代你个事儿啊。大人您说。放出消息就说王公公醒了。啊？把这消息放出去，我们不是更危险了？所以啊，夫人，咱们得请秦朗、子枫还有喜儿，咱们一块儿配合着，做个局。兄弟们，轻着点啊！另外俩搬上面的，哎，快点搬，快点啊！你们这是干嘛呢？哎，干什么呢？你们这是？不用理他，往里走。哎呦，左捕头，您这是干嘛呢？这不昨晚府衙出事了吗？知府大人没了办公的地方，所以要搬到驿馆来住。哦，啊，搬我这儿来住啊？怎么了？你不乐意啊？那哪能呢？关键我……得，那我去安排房间。等一下，按照这个上面的要求来调房间。来，都轻点，慢点啊！看来这贾德才是想把我们分开来监视啊。尹庆儿，你就按照他说的办。好的，夫人。可是这有一间，那是刘管家住的，您看这……那有什么呀？就让他搬出去，直接搬到后院去。好的，夫人，小人按您的吩咐去办。你去找喜儿拿点银子去。哟，小人谢谢夫人，谢夫人赏。哎，夫人，这外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估计啊，是这贾德才被子枫给逼急了，狗急跳墙，现在要带人直接搬进来住。啊？那合着我忙活一晚上，没给他们添成堵，给自己找麻烦了。小点声，你生怕别人听不见啊！唉，搬进来就搬进来吧，反正现在老爷是个闲逛的官员，也没有权利去管这驿馆的事儿。不是，那咱们就任由他们这么明目张胆的监视咱们啊？这也没什么不好的，明枪易躲嘛。就怕那狗皮膏药沾上容易，撕下来就难了。呸，当我没说。哎呀，行，说好了啊，这宅子以后可就姓刘了啊！何老板，您听清楚了，这就算成交了，以后这所宅子就改姓刘了。那是，您啊辛苦了。嗨，我赚的就是个辛苦钱。行，那我就先行一步，告辞。得，您慢走。刘大管家，您还买吗？买呀，爷这儿有的是银呢。得，那我带您去看看。走着，走。哟，这不刘管家吗？左捕头，您怎么来了？这不前几天这里发生了多起入室盗窃案吗？我们刚刚得到的线索是，这户宅子的主人有嫌疑，所以就过来搜搜。不是，这户宅子我刚买了，您看看契约还在啊。是吗？那可真对不住了，怕您一时半会儿的可能住不进来了。我们得调查取证啊！来人啊！是。先把这宅子给我封上。哎，这你怎么回事啊？你怎么找的宅子呀？这是？我也不清楚，不应该呀。这人我认识呀。不是左捕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这银子不能白花。告辞。这房子怎么会有问题呢？不应该呀！这是你找的宅子，你得给我个交代呀！我也不清楚啊。你不清楚，你去找房主啊，对不对啊？房主我认识，他没告诉我这房子有问题啊。那就是他的问题，那你就得去找他。那你说我怎么办？我回去怎么向我们家老爷交代？那我一会儿去问问吧。你赶紧去，现在就去。得。
大人，您听我说呀！把这小子拴好啊！知道了，大人。我说刘大人，您这，贾大人，小人在，你说刺杀朝廷重臣什么罪过，你知道吗？我都跟您说了嘛，这是个误会呀。误不误会啊？回到京城三法司会审之后便有结果，你跟我说不着。对，您说的都对。顺便告诉你一声啊，我已经给皇上上了折子。我此一路上若遇凶险，皇上必起疑心，到时候连累你们家府台大人，别怪我没提醒你。不送。宁老哥，哎呦，刘公子啊，刘公子，您来了，来，坐。不做了，我呢今天想取点银子。取银子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哎呦，刘公子，您真是贵人多忘事，您忘了我跟您说了，每个月逢13，咱这儿不兑换银子。我知道，今天不是12吗？今天是13。不对，我记得今天是12啊。我还能骗您不成？您看啊，今天是13呐。嗨，你瞧我这脑子，我还真给记错了。你说您记错了？哎呀，是啊，可是我翻倍的生意怎么办呢？哎呀，您看这事儿给闹的，要不您到别的地方拆对点儿。我去哪儿拆对呀？这要是让我爹知道了，非打死我不可。你说这，哎呀，宁老哥啊，要不您先借我点儿？哎呀，不多，就5000两，我把利润分3成给你，您看成吗？3成，就是1500两啊。哎呀，要不4成，2000两总行了吧？准吗？我把银票压您这儿，您放心吧。成嘞！哎，刘公子，请坐。好，你看我真给记错了吧？是。老爷，咱们真的回京城啊？回不去，夫人，哪儿那么容易就回去了？咱们就抓住一个公孙羽，这对傅国泰根本构不成什么威胁，他一定会想办法让咱们留下来。再说了，他不知道咱们在登州查出了什么，万一咱要是拿到了证据呢？所以他哪放心让咱走啊？那这么说来，咱们出了登州，还有可能要打一仗？打不起来，打是打不起来。你想啊，不管怎么说，咱们现在压着他手底下的人呢，你这打起来，怕不受牵连吗？是吧？这不过是对他有牵连，你说傅国泰他会怕这个？他不怕，贾德才怕。老爷你可真厉害，这样一来啊，咱们就能顺顺利利的。不过既然咱们没想着离开登州，干嘛这样瞎折腾一套呢？折腾证据啊！就这儿待着。
廖公子，廖公子，哎，走，好嘞。来了，正主上场了。大人，前方是刘墉的马车。这狗奴才，难不成让咱们给他让道？踏踏实实坐着，甭搭理他。哈哈，宁老哥不错，正好，多谢了啊！啊，不用谢，不用谢。走了。哎，刘公子，您知道这银两是我挪用钱装的，您可千万不能有半点闪失啊！哎呀，我说宁老哥呀，我银票不都压您那儿了吗？您还有什么担心呢？对不对呀？啊，对对对，银票在我这儿呢，也没什么好担心的。哦，不错不错，回去。好嘞，走了。就。卑职参见府台大人。就这么一直耗着？耗着呗，有耗不住的。卑职参见府台大人。卑职拜见左都御史刘大人。卑职拜见左都御史刘大人。卑职拜。哎呦，哎呦，吴大人，罢了罢了。卑职给格格请安。行了，免了。刘大人，格格今天怎么这么开心啊？哦，嗨，
我家夫人这不是说要回京城了吗？心里一高兴，就挺开心，是吧？哦，那这么说，刘大人也是要回京？哎呀，不回去怎么办呢，傅大人？本来我说呀，到这登州来，在海边走走，吹吹海风，结果这海风太硬了，把我给吹出毛病来。这不得回京城调养调养啊！看来刘大人还是不适应海边的气候，慢慢就习惯了。不行，我估计呀，病入膏肓。不会呀，这刘大人身体健硕得很呀。要不这样，卑职再陪您多待2天，好好看看这神秘莫测的大海如何？是吗？小的禀告府台大人，刘大人可能跟公孙捕头他们有点误会。误会？什么误会啊？嗨，傅大人，其实也没什么误会，就是你们那个捕头啊，他要杀我。什么？有人敢杀刘大人？算了，傅大人，既然您都来了，得了，卖您个人情，我把这人放了吧。不行，不行，刘大人，刺杀朝廷命官可是天理难容的大罪啊，怎么能放他呢？贾德才，小的在。将那个刺客就地正法。哎，不用，傅大人，真的不用，我还想继续再挖一挖。不用，刘大人，此人留不得。行，是。嗨，真不用。哎，跪下！快！斩！刘大人，让您受惊了，请吧。哎呦，那好吧，傅大人，那就听你的，我跟着您，在这登州，咱们再看看什么神秘莫测的大海，啊？我都跟你说了，我们还会回来的，让你把这屋给换一遍。你为什么还给我们弄馊了的毛巾？他不是怎么回事，他关键这事你问我。刘喜儿，你没走啊？我，你什么你？你见本官也不行礼。小人见过知府大人。小的见过贾大人。贾大人，您千万别误会啊。我们俩刚才说的不是那个意思，您听错了。烧壶水给我送过来。完了！完了？这怎么能完了呢？哎，刘管家！哎呀！大人不好了，出事了！慌什么呀？不就是刘喜儿没走吗？大人，您知道这事儿啊？这个刘墉啊，真是着实了得。若不是我及时赶回来，恐怕他这次真的是要回京了。不会的，大人，卑职一直都盯得死死的。要不是那公孙羽，即便那个公孙羽不做那件蠢事儿，你还是顶不住他，因为你根本就走不出他摆下的迷魂阵。迷魂阵？这么跟你说吧，
刘墉一到登州，便把他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我为他设计的线索里。李元珍渎职真假丫鬟，郊外遇险，包括你后来的贴身跟踪。貌似他是中了我的计谋，实际上他这是将计就计，因为他来登州的唯一目的就是日常钱庄，所以他不惜动用所有的主力来配合我，而暗地里呢，却是让那个不起眼的刘喜儿来查这个日常钱庄。大人，您这么说完，卑职都觉得后怕呀。这个刘墉真是太厉害了。不过还好大人英明啊，及时赶回来封了钱庄，才不至于酿成大祸呀。看来这海上的风浪还不够大呀。夫人，我闭嘴！现在说这些有用吗？老爷千叮咛万嘱咐，让你在城外守着，不要私自回来。你倒好，直接让贾德才给撞破了。哎，你说你这脑袋怎么想的？夫人，我就寻思着咱们早晚得回来，也不想麻烦你们去城外找我。那你也不能随随便便的跟尹气儿斗底吧？这下好了，一切前功尽弃，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。对不起，夫人。说对不起有用吗？今天别吃饭了。孟南姑娘，我去把车还了。哦，那你去吧，注意安全。嗯。哎，孟南，你干嘛去啊？我有东西落车上了，去取一下。啊，那你取什么？你歇着吧，我替你取。不用，我自己拿吧。不是，哎，孟南为什么这么着急出去啊？我还是不放心。你这个孩子，拉着我脸干什么？夫人说我了，说你两句怎么了？我也没说怎么了，说你两句还不行？我又说一个。嘿，瞧不出来了，出事了。喜儿啊，啊，没想到富国泰动手动得这么快呀！是啊，哎，喜儿啊，你说你见过镖局那个镖车啊？叫什么名？叫风。走。这帮人拿项武葛春做人质，他们想让我干什么？没弄清楚前，一定不能跟大人说。孟南现在又跟踪我该怎么办啊？项武，项武，想见项武葛春，到登州府衙。秦大哥，你说。
手里拿的什么？你怎么来了？谁给你写的信？你那手是什么？给我看看。就是药瓶。